你们跟我跟得这么紧，是想蹭我的顺风车吗？为什么这么着急就出来了？相信我，再撑他一天，明天他会更好说话的。我以为你是担心毕13呢，我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比如担心你不会坐网约车。这车真不长眼，停在人家家门口。尾号2145，南方传媒大学。您作为嘉宾，如果有什么觉得不适的地方，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配合您进行调整。被围观的感觉太奇怪了，我觉得我像动物园里的动物。您这次表演，我可以让您背对着观众创作。我说的是这仨哥们儿，且不说这2天来的人数递增吧，前2天坐在这儿的好歹有点功能性。这仨是干什么的？纯看帅哥，我以为你对帅哥不感兴趣啊。不仅帅，而且酷，而且成熟，他的声音也挺好听的。我还是觉得任先生更帅一点。对呀，你咋不喜欢我们一帆呢？任一帆缺点太多了，口是心非，我都不相信你能说他3个。3个肯定是有的吧，但你不能说出他那种是个人都能看出来的缺点，比如他好色、重色轻友、喜欢写信。喜欢写信只是他新的小嗜好，好色但不下流就不算缺点。那你说3个。说。我真的生气了。事实证明，重色轻友也不是缺点，只是人之常情。任一帆最近闭关了，对，他沉迷学习，对所有人视而不见。你说重学轻友，算不算缺点？谢谢。这回言归正传，如果您能来，去年你们宣传部派了一个小姑娘来找我，我是真不想去啊，但是她天天来。后来我就吓唬她，我说你让我去也行，但是你得答应我做我女朋友。结果第2天就来了那个大高个儿，还带着那很臭屁的男孩。那您不想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不是，我刚才说的重点是我既不是好色之徒，我也没有对那女孩做什么。所以您不想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你就单纯的想让我过去做表演嘉宾是吧？对，我们部门所有人光是提到您都很激动，而且我今年刚当部长，我想把活动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，而您就是最好的嘉宾。哦，所以你现在就是想搞清楚我为什么不想去给你们做表演嘉宾，然后解决掉这个问题是吧？对，不想说。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现在就咱们2个人，我有什么难言之隐呀？不想说是因为不高兴说。不过想让我高兴也不是完全没办法。您请说。你先讲个笑话给我听。我讲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。试试。从前有只羊被狮子追赶，眼见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，羊就突然停了下来，回头对狮子说：“狮子大王，我可一直是你的粉丝啊。”狮子说：“有何证明？”羊颤声说：“大王，我出生就是狮子座啊。”是不是好好笑？一点都不好笑，只是一个这样不好笑的笑话，还能把你笑成这样，实在是太好看了。不是，太好笑了。那我再给你讲一个吧。
曾经有一对公羊夫妇，有一天晚上，他俩。这时，公羊突然发现，就问母羊怎么不见了。母羊说，被牧羊人的。紧接着，公羊大怒说。这时，母羊很委屈地说。这个笑话果然不好笑。不是，我在想，你为什么这么纯洁的一张脸，会用这么平静的语气去讲一个这么金灿灿的笑话？你觉得这个笑话好笑？所向披靡好吗？那你现在高兴讲了吗？说什么？为什么不去表演的理由啊？唉。你就这么想知道？啊，也对。要不然你也不可能连着3天来找我。其实我不去啊，是因为我觉得太蠢了，跟观众怎么看我也没什么关系。几年前我无意中接触到了沙画，就学了几个月，碰巧就被邀请去做嘉宾了。我记得那年是你们学校50年的校庆，我用沙画画了你们学校18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瞬间，很应景，也很合理。因为那年我还挺有成就感的，毕竟那时候我才20岁，挺虚荣的哈。之后你学校每年啊，都会有人来邀请我去做表演嘉宾，乱七八糟的部门，乱七八糟的活动。可怕的是，所有人邀请我过去表演的内容，永远都是那18个瞬间。你能想象那5年我在台上有多尴尬吗？怎么就非得是那18个瞬间呢？不能变一变吗？有什么可画的？有什么可看的？还就不能画点别的吗？不，你们偏不。就好像我去给你们画了那18个瞬间，就能把你们这活动的级别自动提升到跟校庆一个等级。我懂了，这么说，您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想要展示给观众，对吧？完全没有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是无意中接触到沙画的，就学了几个月，除了那18个瞬间，我什么也不会画。而且我早就改行了，这也就是我去年死都不去的原因。我理解了。这几天打扰到您了，那我叫车先走了。走了。如果我是您，我也不想再去了。不过我很喜欢你设计的这些家具，尤其是这把椅子，坐着特别舒服，一点都不累。可以卖给我一把吗？打扰了。这把是样品，明天你如果还来的话，我可以送你一把新的。好。李歌词，哎，没等太久吧？刚到。进去喝杯茶吧，等雨停了再走。没事儿。等着啊。嗯。没事，这儿可以避雨，你看。一会儿我朋友把备用钥匙送过来。没事儿。哎，你连着来了4天，不耽误你上课吗？
我是上完上午的课才来的。哦，大学生下午都没有课的吗？下午的课基本都是选修，我提前修完了。那你是品学兼优的类型哈？当然，不过你坐在我设计的这把椅子上吧，显得特别有气场，一点都不像乖乖椅。真的吗？还是在夸你自己的椅子啊？你男朋友平时会陪你上自习的哈？是有人陪我一起上自习，但不是我男朋友，就是你那天看到的那个男生。我每天都看到了某个男生，具体是哪个？人工拨号叫车的那个。你喜欢他吗？我喜欢很多人，因为喜欢是一个很平常的概念。你问的是心动的那种喜欢吧？不然呢？那他不是。那是哪个？你就这样想，反正我呢是肯定不会去给你学校当嘉宾了。你今天拎着椅子回去之后呢，咱俩就老死不相往来了。所以你说过所有的话，都可以当成自言自语。我最近已经在控制自己，不去想这些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忘不掉。讲讲呗。不想讲。我还不想讲为什么不愿意去你学校画沙画呢，我还不想每天被女同学围观呢，我还不想把仓库里最后一把椅子给你呢。为了这把椅子，倒是可以给你讲一讲。至于你前面说的那2点，都过去了。好，讲。是第一天来的那个男生。肖海洋，肖部长，继续。我与他曾经相处的那些过往中，被我提炼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瞬间，而这些瞬间拼接在一起，便是心动的喜欢。然后我喜欢他，他不喜欢我，结束。你怎么也喜欢这套啊？我跟你们学校似的，老是一段时间拼凑出几个瞬间什么的，这样是特别文艺吗？可故事只能这样讲啊。你无法记住每一个日子，只好数着日子中沉淀出来的瞬间。比如，女孩捡了男孩的钱包还给他；比如，2个人在山坡上互相讲了一个与羊有关的笑话；比如，男孩拉着女孩的手，从警察局往学校跑；比如，男孩带女孩参加了一个婚礼，女孩看到了男孩心里最软弱的一个角落；比如，男孩为了2个学分问女孩是不是愿意跟他结婚；比如，2个人在校门口一起祈祷；比如，男孩为了让女孩不那么难过，带女孩去看了动物、荷花，还有庙；比如，一列火车开过，女孩做了一个只有他们彼此知道的动作；比如，女孩跟男孩一起去找一个画沙画的，女孩看着这个男孩把那个奇怪的家伙推进后门。这个瞬间不心动。这些瞬间以前在我脑海里经常浮现，但是现在也许是我自己的控制吧，不看不听不想，他们出现的越来越少了。
很不舍。挺好的。我总不能老是被这件事情束缚着吧。再说，我现在是一个部长，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。看，啊，13713不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我的是智能手机，是可以随时走的。行拓部下午有进程总结，我打算回去做点什么。这几天咄咄逼人的来找您，真的很抱歉。啊，我没所谓的。虽说是希望给活动找一个好嘉宾，让部里的孩子在学院里自信一些，但我也是有私心的。什么私心？希望通过您，让自己在部里获得更高的威信。这不一回事儿吗？上次部里开会，我本打算批评一个不好好工作的师弟，结果那天我坐的椅子太低了，感觉自己的气势很弱。但今天不一样了，我就坐在你送我的这把椅子上。我叫车先走了。说到这个智能手机啊，不得不让我想起你的那个用古董机的朋友，他有句话说的特别对，他说那个他经常说一些又莫名其妙又很对的话，所以我们班那个明明很受欢迎的女孩才那么喜欢他。知道我说的哪个女孩吗？没注意啊，这2天有其他女生来过吗？不是，除了第一天，每天都有来女孩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那古董朋友说了一句话特别对，他说，这个沙画啊，只要有素描功底的人，2、3个月就能学会。你别往心里去，那是他确实2、3个月什么都能学会。我想表达的意思是，这个既然有一项技能啊，能在2、3个月就能掌握，那是不是有一些基础的人，2个月之内就能把它重新捡起来呢？你想想。你看啊，现在是10月份，2个月之后是12月，12月的话，我的车到正门了。你们那个晚会什么时候来着？你想来看我们的晚会吗？我提前留票给你，我们部的部员都想见见你。我去当观众啊。是 VIP 观众。一言为定啊！陈丽冉，陈老师来不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他不想来。哎呀，部长，很多嘉宾啊，一开始都是说不想来，但实际上招新那天你也只是不想来，你不想来也就算了，但为什么带着别的社员一起不来？不是说了那天跟副部长一起去开会了吗？副部长不是说了你是在扯淡吗？给我一个理由，不管什么样的理由，只要合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没啥理由啊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不说直接开除你。部长，你不能请不来嘉宾拿我撒气啊！陈丽冉的确是当下最好的选择，而那天开会你能提到陈丽冉，说明你做了功课。可以说，你是那天会议上唯一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人。但你3番5次的顶撞我和副部长，无视部里的规章制度，我无法容忍。所以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那天为什么不去招新？我那天早上拉稀了，拉到脱水，李蒙尘送我去医院挂了水。
那我们再讨论一下，用谁来代替最后一位嘉宾吧。你还有其他提议吗？你们学校这部门真是多到，我打走廊那头挨个敲，我敲了10几个部门才找到你们这儿。还没看回来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陈丽冉，陈老师。我是来这边办点事儿，顺便跟你说一嘴，插画这东西吧，我2个月就能重新捡起来。2个月以后呢，正好是12月，你们那活动不是12月底吗？所以我应该是能赶上。那你们还需要吗？你不是不想画之前的内容了吗？反正我是铁了心，肯定不能再画你们学校的悠久历史。咱不能老被这事儿束缚，老是18幅画18个瞬间，那也太没劲了。换成别的不就完了？或者你们想好一主题，然后通知我，我那边就着手准备。再或者你有什么概念或者想法的话，可以直接去我那儿看一看。总之，一直保持联系就对了。那太好了，非常感谢。那您先回，等我们开完会通知您。不是说了要保持联系吗？哦，我们1分钟的主题是1分钟承载无限可能，您可以根据这个想法先设计。不，你现在别告诉我，还是等你们讨论完之后给我发信息。吃了吗？我们开始讲一个故事，选取快乐的片段，讲朋友的故事；选取愤怒的片段，讲仇人的故事。故事是什么样的，取决于讲故事的人选择的片段和瞬间。如果那个瞬间是令人心动的，那这个人就是你喜欢的人。可是，如果你再也不想继续下去，有一种比你努力想忘记他还要简单的办法，就是把你脑海中曾经提炼出来的瞬间，用一个一个的新片段替换掉。好了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搭把手啊！哦，谢谢啊。
被打扰，或者是有点羞涩。可能是因为我们跟四儿相处时间实在太久了，所以对天劫怪人都挺有包容性。喝杯茶吗？嘿，你现在好吗？是否像我一样怀念那些旧时光？嘿，就这样好吗？让夏夜的凉爽带我们回到学校的操场，那是我无法忘记的地方，像从未醒来的梦一样，暖暖阳光直射的脸庞，那个女孩我不曾遗忘。我们一直在路上奔跑，在一同执迷的方向，那曾是我的天堂，雨雪风霜到不了的地方。亲爱的手不能放，我们说好要一起去流浪。人生路途漫长，我们不要失散在人海茫茫。我们一直在路上奔跑，在一同执迷的方向，那曾是我的天堂，雨雪风霜到不了的地方。亲爱的手不能放，我们说好要一起去流浪。人生路途漫长，我们不要失散在人海茫茫。亲爱的朋友，请记得我们一起同过窗。